were crazy in love, careless and young, but I wouldn't change it. You had me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gave me 那最近老瑞做了很多熟成肉，大家有看到啊，那对熟成的理解啊，也多少多了一些吧。那干熟成确实对肉质还有这个味道是有一定的提升啊，所以上次给大家做那50份福利的时候呢，剩了几块牛前胸，然后我想是突发奇想吧，因为大家可能熟知的干熟成的部位一般都是眼肉、西冷、菲力或者是最多臀腰肉盖。那像这种粗纤维的牛前胸好像很少有人做，那我们也试一下，看看这种干熟成的办法能不能把这个粗纤维的这种肉的肉质给它改善的好一些哈，是吧？然后这块牛前胸呢是30天，正好30天，表面呢已经开始变黑了，那脂肪层呢也氧化了，薄的那一边呢都现在已经干化的非常厉害了。那这块肉我相信应该损耗会大一些，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硬壳给它去掉，我们看一下里边大概什么样子。好了，小伙伴们，看见剔下来多少东西啊？我觉得整块这个肉现在可能这个重量就剩5公斤了，那损耗差不多就是50%啊，有点可怕啊！那这块肉我们已经熟成过了，那熟成过它本身就比较软了，那我们这次就不烤，我们换一个办法，用水浴的方式，就低温慢煮，先煮它一段时间，然后后边用什么做呢？还是不是烤，放在油锅里去炸它，把它炸一下，看看这个炸出来的肉的口感跟慢烤的牛前胸的口感有什么差别啊？我知道大家应该对这也很感兴趣，因为你这时候我就肯定是你伸出手来给我点一个赞是吧？因为哎呀，老瑞太有想法了，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开始吧，不用等我，开始。好的，那么在慢煮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料油，给这个牛肉增点香啊。毕竟这个牛肉煮得好，这个料油少不了是吧？哎，好，那我们就开始，特别简单啊。然后一点香叶，这是长胡椒，这玩意儿。然后呢，我又加了点肉蔻。那今天这个油呢，我准备之前熬过的这个和牛油。哎，这和牛油我跟你说，现在拿出来，你看这晶莹剔透的，很香。现在就满屋都是香味儿。好，开始。哎，看没？炸的差不多，你看这个都干了啊，就可以了。这个油可以了，我们现在把它过滤一下哈。哎呀，真香啊！好，那这个油反正大概温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啊。我们先倒一些，它现在有点这种半胶状、半液体那个状态是最好的，还涂在这个肉上。哎呦，这个香味儿，我的妈呀！我想这块肉做出来到时候什么味儿呢？好的，真空袋啊，准备一个大一点的，装进去。哎呦我，哎呀进去了。太不容易了，哎呦，怎么蜷起来了？啊，我的衣服！好，肉放进去了啊，衣服也废了。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它倒一些进去，还是要给它增一些香啊。但是我这次没加盐，因为我怕如果加盐进去的话，这低温慢煮本来流失水分就很严重，你再加盐的话，流失可能就更严重了。那不如这次我们就只给它增香。然后不给它加盐，那盐最后就是我们在炸之前呢，在进油锅炸之前，给它加一些盐，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调一个酱，或者我们调一个干料去吃这些牛肉。OK， 那我们先把它封起来。好了，那这个就是我的慢煮机了啊。其实以前用过一次啊，这次我用的温度是55度，然后我准备煮它3天72小时啊。好，同志们，那这个水呢已经55度了，我们把这个牛肉放进去，然后我们3天后再见。好了，同志们，那这个就是低温慢煮了72小时的干熟成的牛前胸哈，它这个析出的这个汁液其实并不是非常多，要正常的，如果这块肉没有熟成的话，整个这一大块全部都是汁。那现在呢，说一下手感啊。摁一下，感觉反正是挺软的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拿出来，然后去
放在油锅里炸一下，尝一下味道。好，那这块肉因为它太大了嘛哈，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油锅，所以炸呢我们就把它分段炸哈，炸其中一块，炸就咱们炸那个后边肥一点那个地方啊。我们先切开给大家看一下这块低温慢煮的这个牛前胸，现在这个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也比较好奇，我还真是头一次用水煮的方式来做牛前胸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么看的话，确实那个，嫩是很嫩，这样一掐，大家看都快要断了哈。行，那我们现在炸一下试一下。好的 ，OK， 小伙伴们，那现在我的这个油锅的温度是130度啊，油温。我把这个牛前胸刚才要用海盐和黑胡椒稍微腌了一下，因为我之前水煮的时候，也不是慢煮的时候哈，我是怕它什么呢？怕它会缩得太厉害，所以我就没敢加盐。但现在可能还是要有个盐来增加个底味啊。哦，哇塞，我这加的油刚刚好。哎，现在反正130度，我们先给它定个型，那等一下我们就把温度提高到180度，再上个脆壳给它。We were crazy in love, careless and young, but I wouldn't change it. You had me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gave me your all, but something changed, yeah. And I sometimes drive you crazy. Yeah, I sometimes drive you crazy. And I think that's why you've been building up this wall now, and I don't really know how I'm supposed to break it down. I tried peeking through the cracks, saw the light but couldn't catch it. Now the one is breaking down.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but you're making it so hard to. You've been building up this wall now, and I don't really know how I'm supposed to break it down. Said that you. 行，得嘞，小伙伴们，那我们就先替大家尝一尝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呢，这个说实话哈，我必须说句实话，我在上面就撒了一些这个肉桂粉，然后又撒一些海盐，因为我要这个慢煮啊，没敢过分腌制，所以这个牛肉这个腥味儿，我觉得去的一般啊，这实话实说啊。现在呢又感觉它整体呢又会有点干，因为炸嘛，油炸嘛，对吧？又是全熟，那多少是有点干，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实话实说，那我就先挑这个肥的地方吃，我估计瘦的那个地方啊。肯定是更干的啊！行，先尝一块。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这个牛前胸都是低温慢烤，或者是切片以后涮火锅。可能这块牛肉属于一个那种超粗纤维的这个位置。我现在吃起来呢，我觉得这个牛肉有一点牛肉的那个腥味，没有全部去除。那我之前因为我要低温慢煮啊，我没有过分的去腌制它，所以可能这个味道也没给它盖过。所以可能如果是做低温慢烤烟熏呢，整个这个味道会给它压过去，不是非常好吃。说实话，那这个办法应该说就不好，而且它因为熟成过，按说这块肉应该风味更足，但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腥味更足。汁水呢又流失了很多，因为上面那层脂肪它们都切掉了嘛，因为熟成嘛，你熟成表面那种氧化的脂肪层你要去掉，去掉以后呢，没有保护它的地方了，还有点干。这个肉啊，嫩是嫩，不是很好吃。我加点我的这个酱啊，这个酱呢是我自己调的这个汉堡酱，然后后边可能会量产啊，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喜欢汉堡的，或者是这个喜欢这种全熟的牛肉的，可以加这个酱啊。反正就是加这个酱还行，主要是你们老瑞调这个酱可以是吧？那行吧，那这期就到这儿吧，也算是做了一个小小实验啊，毕竟油炸的牛前胸好像这个视频还是非常少的啊。不推荐大家这么做，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
烟熏，或者是那个涮火锅切薄片。但是我说实话，切薄片啊，真的纯羊肉盖更好吃。行，那这期咱们就到这儿。这个东西我这回就不选粉丝代表了啊，这个东西呢，受罪就老瑞一个人受就行了，是吧？就这样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啊！记着帮我投币、点赞、转发3连，支持我一下啊！我们下期再见。 Lucky, lucky me. Oh, oh. Lucky